在5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突然公布一则重磅消息。公告显示，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改委与澳洲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为何突然宣布割席？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政客存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多次抹黑污蔑中国，甚至干扰两国正常交流合作。在美国的反华政策下，总有澳大利亚积极的身影，配合美国联合质疑世卫组织溯源是要中国背锅，还在涉疆、涉港、涉台等多个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事实上，中澳并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反倒在经济方面联系密切，本应该和谐相处，但是澳大利亚却莫名其妙反华到骨子里，甚至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在4月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悍然宣布撕毁维多利亚州一带一路协议。借日澳政客继续破坏中澳商业合作，莫里森政府已让澳大利亚国防部重新审查中企租借澳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考虑强制让中企放弃租赁权。之后，澳工党议员又准备带头呼吁，要求莫里森政府取消澳与中方2001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西方吹捧的契约精神成了契约精神，这下莫里森政府不用考虑了，中国直接暂停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简言之，以后不止农业部不接电话了，电话线全都剪了。其实这个声明不只是对澳方近期作恶的回应，也是在给发表G期声明中涉中事项国家甩了耳光，只允许他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而中国回击就是利用经济影响力欺凌别国。但仅仅这样还不会彻底打通澳大利亚，关键在于铁矿石。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底将取消部分铁矿产品出口退税，这个措施将会导致一大半钢材回流国内，加大国内外铁矿石开采力度，遏制铁矿石不断上涨势头，给钢材市场降温。这将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将是毁灭性打击。中国似乎已经做好准备，正酝酿打出最重一拳，完全与澳大利亚脱钩。联想到我们伟人曾经说过，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10个师不如歼灭其1个师，而打伤5眼不如彻底戳瞎1眼。作为台湾问题背后的始作俑者，美国人借此与中国进行着博弈。在过去，双方的博弈还算是不触碰底线，但如今美国人似乎打算挑明了，为何台湾问题到如今会发展至此呢？据台美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员撰文称，近段时间中美围绕台海问题造成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一些美国官员甚至认为解放军在加速统一台湾的进程，而美国对于嚇阻大陆统一台湾的能力却在日渐削弱，现在已经到了美国需要在台海问题上做出决策的关键阶段。美智库称，若台湾被大陆拿下，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威信将荡然无存，因此建议美国政府需要尽快调整台海战略，消除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具体做法包括将台湾纳入核保护伞，派遣美军驻扎，甚至承认台湾。实际上，从去年美印台司令声称解放军5年内将对台动武，到如今美智库建议驻军台湾，我们都可以看出，如今美国正在极力打出台湾牌，或者在美国人看来，拿台湾问题来搅事是对付中国的唯一途径了。尽管风险很大，因为台湾问题的根源便是中美矛盾，而中美矛盾的根源，那就是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较量。从美国近年来疲软的表现来看，可能很明显看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衰落，美国正面临着其他新兴势力的挑战，而对美国而言，其最大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可以说，如今中美矛盾激化的根源，那就是中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美国，并且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这一次，美国人是真的怕了。美国人明白，只要他们还能把台湾攥紧，大陆就依然会如鲠在喉。过去美国人并不直接挑明台海问题，因为美国人知道这问题的主动权是在美国人自己手上，他们利用这个主动权能最大程度地向大陆要价。而如今情况变了，中国正在主导台海问题，美国人越来越被动，于是他们便做好最坏打算，以此来要挟中国。但中国真的会因此服软？只能说美国人完全不懂中国。在美国看来，台湾是用来与大陆博弈的筹码，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祖国统一是咱们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真理。美国人想逞一时之快，有何以动摇中国人几千年来大一统思想？驻军台湾什么的，只能说是异想天开。因为美国若做出上述举动，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条件可谈的，因为这样与宣战无异。我们必然会用实践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那时候，不管对于中国还是美国而言，谈论时机都将毫无意义。
美国防务新闻在近日发布一则报道，声称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认为美国不应该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策略，否则这很可能会破坏其在该地区的可信度。随着中国的崛起，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大幅的削弱，而拜登的上台也更加让美国高层都认清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美军多个高级将领都曾警告美国政府，台海两岸的军事实力已经严重失衡。不过，无论这些人如何要求美国采取一定的行动来阻止中国，事实上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的脚步。前不久，中美高层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期间，中国展现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已经说明了现在的中国正越来越强硬，尤其是台分裂分子在美国的支持下越发肆无忌惮，成了压倒中国放弃幻想前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台海的同时，大陆针对台海的举动也不断在加大，军机飞往台空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连接穿越所谓的海峡中线，向台当局释放了明确的警告信号。或许就如此前基辛格所言，中国不会永远等待下去，台海问题应当在这一代人被解决。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前官员开始呼吁美国放弃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战略模糊政策。在该官员看来，该政策反而是台海局势不断向中国方面倾斜的原因。这次美国防务新闻所报道的文章中就指出，1996年台海危机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表现得过于软弱，导致中国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培养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该文章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当向中国表明态度，而不是此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所言独立即战争，而是战争即独立，也就是一旦大陆出兵，美国应该立即承认台海。对于这一结论，实际上美国反而暴露了内心的心虚。现在的中国打法变了，此前的忍耐和警告都让中国清楚地认清，只有强硬回击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与其说美国在呼吁放弃战略模糊政策，站在台海一边，倒不如说美国现下已无路可走。一旦大陆出兵，台海必定没有胜算。美国不趁这个时候战台海，等到炸弹炸过来再战，早就晚了。可问题是，美国就算放弃了战略模糊政策，台海真的会在美国的怂恿下向中国发起攻击吗？就算会，相当于在中国家门口动手。美国军事力量来台海，光是运输就是极大的困难。到那个时候，没等到美国的支援，两岸之间的炮火就已经结束了。想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前官员呼吁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后，我国人不怕的原因了。综合美国国务院在5月份以来的各项公告，美国当局允许因为紧急状况下的自救原则，允许在印度的美国雇员及其随行家属可以搭乘现有航班自愿返回美国。此话一出，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仿佛陷入狂欢，在中国互联网上又开始鼓吹起了美国人的人权精神。然而，美国此举背后真实的意图却让人不寒而栗。截止到目前，美国防疫中心 CDC 已经多次发布最高警戒令，要求美国人尽可能避免前往印度。这种情况下，美国白宫却允许在印雇员携家带口的返回美国，看似和之前 CDC 的警戒令冲突，但实际上却并不冲突。我们知道，在印度疫情爆发以后，有大量的印度精英阶层和富豪们携家带口逃离印度，前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各国开始封锁对印通道，导致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士无处可逃。而美国此事却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在印雇员自愿离开，本质上就是看上这些逃难者口袋里的钱。此前辛德里在受邀前往 G7 会议时，就意识到自己国家里的有钱人为了逃难转移资产，导致印度国家财富外流。英国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新的移民协议，未获得签证的偷渡者将会被遣返，实际上就是封上了这些逃难者的出路。印度贫富差距极大，国内核心的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上都集中于上层。美国人打着在印雇员的旗号，本质上就是给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一个暗示：其他国家不要他们，但美国愿意接受，只要成为美国雇员就能够去美国。而将这些人吸收回美国，又是拖家带口的状态，转移财富就成了必然。而这些财富从哪里来呢？无外乎就是印度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创造积累下来的。可以说，美国人开这个自愿的口子，就是在印度最为虚弱的情况下，利用印度这些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自私自利心理，直接挖开印度的财政根基，暗中劫掠印度人民几十年创造和积累的财富。